Hello， 各位，我是温迪有风。最近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这个 Midjourney。今天我要分享如何利用 AI 工具，让你成为一个摄影的一个大师，甚至是一个资深设计师，或者说是一个艺术大师。现在你可以通过 AI 工具模拟出任何大片你想要的一个效果，无论是摄影的角度啊，然后拍摄的风格、拍摄的时间呢、光线呢，还是相机的类型，你可以指定你想要的一个单反的一个类型，比如你是想用尼康相机还是用佳能相机，你都可以轻松的一个掌控，甚至你还可以化身成一位历史上一个比如有名的一个摄影大师。没问题，跟着我的教程，你将一步一步成为一个 AI 摄影大师。无论你想模仿的是一个亚当斯的那种黑白的照片效果，还是卡普敦的一个纪实的一个摄影，甚至是安娜·博兹金斯的一个奇幻世界，还有你可以制作你想要的一个 logo。你现在不用在外面请人帮你做 logo 了，我们完全可以用 AI 帮我们全自动的一个生成。需要给出一个简单的一个指令 ，AI 工具就会帮你实现。从此的话，你就不再局限于现实，可以将你的一个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到一个极致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就是 Midjourney 的它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这个就是 Midjourney 的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你可以先下载一个 Discord 这个软件，因为 Midjourney 的话，它会在这里面使用起来的话，那会更方便一点。这个 Discord 这个软件是免费的，但是 Midjourney 的话，现在它是收费的了。你可以看到，现在它基础版本的话都要$10一个月，然后标准版的话就是$30一个月。我觉得的话，普通人的话用一个$10的一个付费计划就可以了。Midjourney 的官方网，你进入以后，你可以点击右下角先进行一个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以后，你看它会提醒你继续使用这个 Discord 打开。然后我电脑上现在已经下好了。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这个 Midjourney 的话，你打开 Discord 以后，你可以新建一个你自己的一个服务器。为什么要新建服务器呢？你看现在左边这边有很多的一个新人的一个房间，叫做这个。那你也可以在这里，比如说直接进行一个，当然你也可以在这里直接进行一个生成的一个图片。而这边的生成图片的话，你可能很快你的信息你就会被覆盖掉，因为很多人都在里面发消息，可能一会儿你的消息就会覆盖没有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新建一个自己的一个服务器，点击左下角这个加号，你可以建一个服务器，然后点亲自创建。供你自己使用，选这个，然后把你的服务器取个名字，取名字以后点创建 ，OK， 创建好以后，然后就来到这个界面，然后你再点击左边这个 Midjourney 这个头像，然后右边找到它的一个机器人，看到没有？这边右边聊天记录这里有一个它的机器人，你点了以后，然后你可以把你刚刚你自己创建的那个服务器添加到 Midjourney 里面，这里点击添加服务器，然后选择，比如我刚才建的这个叫温迪 ，OK， 选好以后你点继续，然后这里点个授权成了。这里有时候可能有点卡，你稍等一下 ，OK， 它的这里已经显示授权完成。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点到你自己刚刚，比如你新建的这个服务器里面 ，OK， 你现在的话就可以发出指令，叫它给你生成一些照片了，你这样发送一下 ，OK， 它现在就可以处理你的一些指令了。这个地方你因为是你自己建的一个 Midjourney， 其他人如果有生成的话，你的消息就不会被覆盖掉。第一次进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设置，比如说点 Setting， SET 就是这个 Setting 回车 ，OK， 它现在就有一个设置。这里面的话，现在最新的一个版本就是它一个 5.1，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5.1 这个版本。然后的话，这一排的话就是进行一个，这一排的话，那后面的话，我后面会
这后面的具体的下面的使用方法，我在后面的教程中会逐个挨个的给大家详细的解释，所以说大家耐心看完。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比较关键，这里选择 Fast 的话，它生成的图片的话就比较快。这个的话点 Remix 这个模式的话，就是它生成图片的速度就稍微慢一些。OK， 我们现在选好了那个 Midjourney 5.1，我觉得就用这个最新的版本吧。OK， 我们可以现在叫它帮我们生成一个美女，我们来试一下。还是打入斜杠，选择它上面就会自动跳出来很多一些指令。我们输入这个，比如我们要生成一个美女的话，我们就可以简单一点嘛，Avuma， 就是一定这里要用英文的。OK， 生成好以后，你直接按一下回车。那它基本上要等个，有时候如果用的人多的话，估计要有时间比较久。一般情况下就是1分钟之内，它会给你图片生成出来。上面我这里是我之前已经生成好的，这里面它会帮你生成4张风格的照片。这下面对应的 U1、U2、U3 就是对应的第一张、第2、第3、第4张。第2个 V1、V2、V3、V4 对应的就是他们的一个风格，你可以选择你喜欢哪一张。如果你喜欢第一个，你就点 U1， 它下面就会帮你把这个图片放大。OK， 你看我现在这里刚才发送出去的，现在46%，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62%了。所以说速度的话，可能有时候用的人多就稍微慢一点。OK， 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继续讲解这个，你可以点一下。OK， 它就放大了，然后左下角有一个在浏览器中打开，你可以点一下它，然后它就会在浏览器打开。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就可能会放大放小。这就是我之前生成的一个图片，你可以把它关掉。OK，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刚才输入的一个 Avuma， 它已经帮我生成好了，这就是它帮我们生成的图片。那如果我现在比较喜欢最后一张，我就点 U4。OK， 我点一下它，等一会儿它就会，它有时候会显示该交互失败。那有时候可能用的人多，你可能需要多点几次，它就出来了。你现在用的人比较多，我点 U2 现在可以了。然后它右边这个按钮是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对它生成的这4张照片不是很满意的话，你就可以点一下这个，叫它重新帮你生成。OK， 我刚才点的是一个 U2， 你看现在它就把 U2 给我显示出来。我点一下它 ，OK， 你可以在浏览器中打开，这个就在浏览器中打开。你觉得比较满意的，你就可以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 Midjourney 的话，你可能有一点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开始。那没关系，接下来我会跟你分享两个免费的一个资源，让你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你在谷歌里面搜索这个关键词 Mid Library 这个 IO 这个网站。这个网站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些参考的一些参数。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它有，比如说你要 Midjourney 生成的时候，它有很多的一种风格，你可以在这里面选择你想要的一个风格，你想要人像的风格的，想要一些细节，想要黑一点的效果，想要一些图片呢，这上面它都有非常多的资源，你可以参考一下。最顶上的话有一个分类，你可以点一下分类，这个点了分类以后，你可以看到，你如果想要什么样的效果，你就可以点进去。然后看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指令，那比如说我现在喜欢这种效果吧，这个，那我就点进去，点进去以后呢，它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个风格的名字，看到没有？这个就是风格的名字。那你后面的话，在使用 Midjourney 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加上去。它生成出来的风格的话，就会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摄影的一个风格。复制它的名字，然后的话，你在复制它的名字以后，你在 Midjourney， 比如说你要生成一个美女，还是刚才那个，还是以刚才这个美女为主。然后后面的话，你打一个逗号，再加上一个这个风格的名字，然后发送回车。它等一下生成的风格的话，大概率就是这样的一种油画的效果，感觉有点像。我们看一下效果。
OK， 他说这个风格可能违反他的社区准则，说不能用，那我们换一个吧。那么换一个看一下，或者用这种风格来试一下，还是复制他的名字，一个小女孩吧，打一个逗号，发送。我们稍等一下，看它会不会生成这种类似的这样一种风格。这个 Top 的话，里面就是一些现在非常主流的一些效果，你可以在里面一些新的风格，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OK， 我们这里生成好了，是不是跟我们刚才看的那种风格有点相似，对不对？我们点放大了给大家看一下，刚才有点。所以说，你如果自己完全脑子里面是空白，不知道怎么下手的话，就用我这个方法，输入你前面你想要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物的，或者是一个建筑什么的，然后后面再加上打个逗号，再加上后面的风格，它差不多生成出来就会类似它这样的一个效果图。另外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资源网站就是这个 GitHub 这里面的，我会在视频描述里面把网址放出来，到时候大家可以直接点击就可以进入了。这个的话，它相当于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资源库。它虽然做的不怎么好看，但是这个网站的话，它是非常的实用。我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一个主题，你看，比如你点这个，就是它有很多，还有的艺术风格啊，还有一些物体是什么灯光啊，还有非常的外太空啊，非常多的一个效果。你点进去以后，还有一个数码效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题比如第一个主题，我们看一下。OK， 主题里面它分成了，你看了有一种现实。如果你想要超逼真的话 ，Midjourney 是这个效果，就是用这个就可以生成一个超逼真的一个图片。你直接，比如说还是以刚才这个我举个例，输入这个，然后还是一个小女孩吧，然后后面再打一个逗号，逗号再加上我们刚才这个，就是这个超逼真的这个指令，然后它等一下生成出来的图片的话就非常的真实，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效果。OK， 弄好以后点一下回车发送出去。好，我们现在继续浏览，等一下看它生成的一个效果。你看它里面有这个效果。我英文不是很好，所以说我装了一个这个 DPL 这个插件，这个有逼真度，这个有这个我们看一下什么意思。这个写实的一个效果，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超真实的。你其实不用管它那个是什么意思，你只要知道你想要这个效果，你就可以用这个。这个有一个叫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古典现实主义的一个效果。哎，我觉得这个还多漂亮，我们等一下也来试一下。在下面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效果，你如果自己不知道要什么样的效果的话，它里面其实给了你非常多的一个提示。这个我点了这个艺术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有些啥，有可能有一些油画的一个效果嘛。我们翻译一下看一下，画家，哦，这是画家，这个画家他画的一种风格，这些风格的话你都可以打个逗号，叫Midjourney帮你生成类似的一个效果。OK， 我们生成好了。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用那个超真实的一个 Midjourney生成出来一个美丽的一个效果，你可以看一下。如果你是第一次用的话，这些你肯定你不会，所以说我刚才给大家提供的2个资源这个网站，你们有时间一定要好好去学一学看一看。它简直就是2个宝藏的一个资源。哇塞，你看一下，真的超级真实，连他脸上的痘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这个美女脸上的斑点，它都有帮我们显示出来。
没电，我插一下。真的漂亮，你看这个美女脸上的斑点，全部都已经真的真实。帮大家试一下这个效果。OK，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生成它这样类似的一个效果。还是同样的，打入一个斜杠 image， 然后还是刚才这样吧。在周围发现一盏智能灯，是否需要尝试连接？如想连接，请说可以。关闭。好的，抱歉打扰您了。然后我们还是刚才这个女孩，然后还是一样打个逗号，把这个复制进去，看它会不会生成类似的这样一个效果。接下来的话给大家，它现在生成我们先不管它，接下来给大家你看，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它生成出来的那个图片，默认的话它是正方形，看到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正方形。那如果比如我们想让它变成，比如说16:9啊，9:46啊，4:3啊，3:4啊，那怎么办呢？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你可以看到我上面就有这种，这个的话就是我之前生成的一个比例，就是一个看到没有4:3的一个比例。OK， 这种4:3的比例的话，就是标准的这种单反相机拍出来的一个效果。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生成出这样一个4:3，而不是正方形的一个效果呢？那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同样的。我们只需要在后面加上一个 AI， 后面给出一个比例就 OK 了。比如说这个地方，提示以后，比如说一个女孩，然后后面的话按一下空格，然后再打两个横杠，然后输入 AI， 然后再打个空格，然后输入你想要的一个比例，比如4:3，就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它生成出来的图片就会像我之前生成的这样。像一个4:3的一个比例，就是这样4:3的一个比例。这个是的话，一个3:4的一个比例，看到没有？我这个地方 AI 就是3:4，它生成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效果。我其实比较喜欢这种4:3横的这种，因为横的话，我觉得它可能空间会更足一点。我们看一下下面有没有生成好。OK， 是不是非常的像？给大家对比。看到没有，非常的像，是不是这种风格？你不一定要女孩，你比如这里可以变成男孩，你只要在后面，你只需要在它后面加上了这个东西，这个名字，就这个逗号加个这个，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的风格都是像这样的一种风格。我比较喜欢这样一种风格。看这是我生成的，这是它的一个风格。这是我的，哇，我觉得真的好漂亮啊！继续给大家说一下长宽一个比例，就是这个比例。如果你对它这个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不满意的话，你就点一下这个就 OK 了。你点它一下 ，OK，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加上一个比例，比如两个横杠，然后 AI， 然后后面4:3。还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换成一个帅哥吧。OK， 还是这样，提交一下。那可能还是要稍等1分钟，它就会帮我们生成一个图片，还是同样的风格，但是的话，它的比例的话就变成了4:3横的了，它就不是这种正方形的了。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那个。第一个参数是 s，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有没有看到我这里 s 等于1000？这个参数跟在后面它有什么用呢？就是你这个数字越大的话，它那个 Midjourney 的话，它的想象空间就越大。它的数字是0到1000，就是你数字越小的话，它可能里面的这些东西想象的空间就没这么大，就不会像我这，你看我给了1000，它里面感觉有非常的多的东西。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也非常好用？你只要在这里面2个横杠，然后后面的话输入一个 s， 后面打一个回车，再加个1000 ，OK， 你按一下回车 ，OK， 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的话就非常
它的想象空间就非常大。如果你这里是一个50的话，那基本上你前面是一个女孩，她就是一个女孩。那如果是1000的话，它可能一个女孩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人，还有什么，比如我上面的蝴蝶还出现很多人。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另外一个指令，叫做 Q。这个 Q 大家看到没有 ？Q 的话，你后面的参数可以是，比如说打一个回车0.25，0.25也可以是0.5，也可以是1。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说你这个里面给的数字越大，它里面图片的一个细节的话，就是这里面的一些细节的一些东西，它就越多。但是它同样生成图片的话，就稍微慢一点，但是细节的话，整个图片细节就会更多一点。再给大家讲一个命令，这个 low 还是这个档 low 给大家看一下，还是斜杠，然后 low 后面加上你不想要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上面我是叫它生成一个图片，我这个就是 low apple， 就是我叫它帮我生成的水果里面不要出现苹果，你在后面加一个 low 就 OK 了。但是我这个档 S 的话，就数字比较小，就是1碗水果的话，如果我数字比较低，它生成出来就是1碗水果。那如果你 S 你可以变成1000，它可能里面会出现人，也可能出现冰淇淋，就是说它的想象空间就非常的大。好，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命令，2个冒号。2个冒号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hot dog， 这个的话如果你不给它指令的话，它可能生成出来真的就是一个热狗。比如说我这里生成出来就是热狗。那如果我们在中间热狗中间加上一个冒号，2个冒号，看到没有？我这里加了2个冒号，它生成出来的它就会权重的话，它就会往后面一个靠，就是往狗上面一个靠，就是生成出来的一个非常热的一条狗，看到没有？这个热狗。然后如果我这个上面再加上一个on，就是这个狗就是非常的热了，看到没有？它生成出来就是一个超级无敌热的一条狗，你看它已经热得冒烟了。大家讲一下那个 C 参数，它的数值是0到100，有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下面要生成4张照片，如果你数字越小的话，它生成的4张图片，它的可能风格就越接近。如果你后面给的数字越大的话，它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风格可能就是会越不相同。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个新的命令，叫 SEED。这个种子文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我想生成类似这样的一个图片的效果，我怎么才能生成呢？有一个方法的话，就是点击这个，然后找到这个，看到没有？这个英文 ENVELPE 就是它，点一下。OK， 点一下，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消息，看到没有？好，你稍等一会儿，等一下 Midjourney 的话，它就会给你发一个消息。OK， 收到消息了，看到没有？点一下 ，OK， 我们就得到它一个这个种子文件的 ID， 就是这个，我们复制一下。好，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是它的功能的话，演示给大家看一下。那比如说还是刚才那个。那我可能还是要生成一个美女吧，然后2个横杠，两个这里输入 SEED， 然后后面把我们刚才得到的那个 ID 复制进来就 OK 了，然后点一下发送，它等一下生成的图片效果的话，它就会以这个图片为种子文件，帮我们生成一个类似的一个图片效果。最后的话，再给大家讲一个。TITLE 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生成的图片，我们想让它进行一个无缝的进行一个拼接。我这个图片它生成出来以后，你看到边上有很多这种白边，看到没有？那如果我想拼成一个大图的话，它如果有这种白边的话，我拼出来效果的话，它就不会很好。是你生成图片的时候加上这个命令斜杠 TITLE。OK， 你这样它生成出来的图片的话，就是完全就是无缝拼接出来的，它就不会有像这种白边。比如像我们看那个 ATC 上面。
Artist 上面它生成的图片全都是基本上都是这种无缝拼接出来的一种效果，看到没有？他们卖的这种图片，如果你也想卖这种数字产品的话，你也需要你生成出来的图片是这种无缝拼接的，看到没有？这种完全是一种拉开的无缝拼接的，所以说就必须要用这个命令 title， 大家可以尝试着用一下试一下。历史上有非常多的一些有名的一些摄影师，比如有非常多的你如果不知道有哪些著名的摄影师的话，你可以在谷歌里面进行一下搜索啊，比如说我们搜一下这个有名的摄影师。亚当斯就非常有名的一个摄影师，就是1902年叫1984年的一个摄影师。他的风格的话，主要是以这种黑白的一种效果为主。那如果我也想叫 Midjourney 帮我生成亚当斯他的这种图片的一种效果，那怎么做呢？我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那我们比如说这个地方，我就已经之前叫他帮我生成了。你只需要在图片后面加上他的一个名字就 OK 了。OK， 它的名字，比如就这个，然后你在 Midjourney 里面输入一个漂亮的风景画，比如还是这样的，后面加上那个摄影师的名字 ，OK， 那后面的话有一个超真实的一个效果，就是我之前给大家有介绍的这种超真实的一个效果 ，OK， 它就可以帮我们生成，你现在相当于就是亚当斯的一个化身，你看一下。Midjourney 就帮你生成了一种类似于亚当斯他拍的摄的一种效果图片，看一下它的风格基本上就是这种黑白调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效果。然后我们用 Midjourney 差不多也生成出来这样一种效果。然后比如说我想生成这样一张这个图片，这个是桑德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图片。那如果我也想生成这样一个图片，那怎么生成呢？你先要复制一下它这个名字，然后你打开 Midjourney， OK， 这个就是我之前生成好的一个图片。同样的，这个是这个年轻的农民 ，OK， 它是3个。你看我这里也用了它的名字 ，by 就是这个用它，然后这 AI 的话就是一个比例，我是4:3 ，OK， 它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也就差不多，也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效果。我同样还生成一张美国大兵非常有名的一个弗兰克的一个照片，你看到没有？也是用 Midjourney 生成的 ，American Soldier 美国士兵，然后用弗兰克的一个效果生成出来，然后比例 AI， 哦，这个 AI 为什么不起效？因为前面少了2个斜杠，所以说大家的在具体参数前面一定要加上2个斜杠，它然后就才会是比例才会出来。为什么要用2:3呢？3:2，这个因为2:3、3:2是单反相机默认的一个效果，它这样拍出来的效果，那里面呈现的东西会更多一点。那接下来，如果你对摄影不是很了解，你根本就不知道，比如说一些摄影风格，比如人像摄影啊，一个建筑摄影啊，一个自然摄影，还有比如说灯光啊，灯光分很多灯光，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摄影相机啊，摄影器材，比如尼康相机、佳能相机啊，还有一个拍摄的一个角度，它是仰拍还是俯拍，还是拍侧边。总之，非常多的一种角度啊，光线，你想要什么样的光线？还有啊，比如说你可能还想要一个胶片效果，那我们怎么样才能用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任意你想要的一个效果？那首先你必须要知道相机的关于摄影行业的一些知识，你可能才能生成。那没关系，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 AI 工具 ChatGPT 帮我们生成出来这样一些参数，那下次我们再用 Midjourney 生成图片的时候，直接对照着来就非常方便了。那我教大家怎么样来列出一个表格。我们现在打开 ChatGPT， 叫它来帮我们做这样一个工作。进入这样一个角色，我们可以，假如你是一个资深的摄影师，我们按一下回车，你一定要先训练一下它，不然的话他都不知道他要怎么做。然后我们再给他第2条指令，一定要
给他具体的指令，我们就发送出去。那我叫他给我一些具体的一个摄影的参考，比如说，你看我这上面用的英文，我觉得英文的话，他可能理解出来更全面一点。一个摄影的类型，一个主题与场景，还有的话就是相机的角度。拍摄的一个时间，还有灯光，还有相机的类型，你看它下面就在帮我生成出来了，感觉少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先跟他说一下可以，就表示对他生成的这个还是比较满意。然后我说相机的那一行，请给出我一个具体的一个单反名字，可以包含不同的年代，然后我们发送给他，因为他那个相机的名字没有具体跟我写出来。我现在又给他一个新的指令，但是他没有帮我放在了表格里面一起，我叫他用表格帮我一起列出来。我说可以，那生成出来基本上都可以调用了。那但是 Midjourney 的话，它只能理解英文，所以说我叫他帮我翻译成英文，就是这里面的。我们下次调用的时候可以对照着这个来。比如我想要一个人像的一个摄影效果，那你在这里边就可以直接告诉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人像的一个效果，比如一个女孩，然后后面打一个逗号，还是一样打个逗号，然后粘贴这个，粘贴进去的话，它就是一个人像的一个摄影效果，我们发出去，叫 Midjourney 来看一下。然后后面的话还有一个计时的一个摄影，就是这个。哇，它这个真的很方便，全部帮我们列出来了。比如说我们想摄影主题场景，还想要什么拍摄的角度、拍摄的风格，全部英文都帮你整理好了。还有一个拍摄的时间，那比如说你是在2小时拍摄，什么叫做2小时呢？这个，那如果你不懂的话，这个就也非常简单。因为摄影我也不是很懂，那你不懂的话直接就问吧。哦，他说是日出前与日落后的一段时间，就是这个。如果你想要日出前和日落后的一段时间，它呈现出一种浅蓝色那种效果的话，你那种灯光效果的话，你到时候用 Midjourney 生成的时候，你就可以加上这个参数。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摄影的一些常见的一些参数。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叫他帮我们用上面常见的一些参数，帮我们生成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指令。那你首先要告诉他，还是要让他进入这个角色。假如你是一个 Midjourney 这个 prompt 的一个生成器，请用以上的摄影知识帮我生成一个指令，就是这个需要包含一个摄影的主题、场景、摄影的机位、拍摄的风格、拍摄的时间、光线、相片的类型以及胶片。我叫他帮我们试一下 ，OK， 发送出去。OK， 他现在在帮我们生成了，他在帮我们想象。主题场景是在一个古老的街上，去拍摄人们日常的生活场景。然后机位的话，它选的是一个低角度，拍摄主体与背景中建筑融为一体。然后拍摄风格采用的是一个计时的一个风格，拍摄的时间是在黄金小时朦胧光线中拍摄。然后光线的话，利用自然光和反射光。他选的相机是尼康的一个 F3。就这样子上面的 ，OK， 我叫它翻译成英文，因为 Midjourney 的话，它需要英文。OK， 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刚才他帮我们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一个小女孩，用一个自然的一个摄影风光，用人像的摄影4:3的一个比例。OK， 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可以。拍摄的角度，这个是拍摄的一个角度你可以从高往下，从上往下拍，哇，这个真的可以。所以说，你一定要熟悉这个，就是他刚才帮我们生成这些，这一行非常关键，这些，
你可以指定任意你想要的一个效果，都可以，任意相机、任意一个灯光、任意的一个拍摄的时间。现代都市的街头以街拍拍摄时尚活力，尝试多个角度拍摄，逆光、摄影主体、动感。OK， 它下面直接的好了，我们直接复制。它里面一些摄影主题基本上都包括了角度、光、什么风格、街头风，白天还是晚上，用什么光线拍摄都可以。我们用这一段来试一下，来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生成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这里一个漂亮的女孩，然后用的是一个自然风光的一个效果，看到没有？这个也打了个逗号，自然风光。然后我的角度是 side 的话就是侧脸，叫 OK。这个的话就是也同样是一个漂亮的美女，然后摄影风格是一个建筑摄影，这个是建筑摄影。摄影风格那里有个建筑摄影，看到没有？我选用的是这个建筑摄影，让大家生成。OK， 这个地方，比如我叫它帮我生成一个微距，这个是微距的一个单词，一个昆虫。OK， 微距的一个摄影，还有一个水下的摄影也是可以的，一个语音，然后 underwater photographer， 也就是一个水下摄影的一个效果的话，它就会帮我生成这样一个鱼。所以这个命令其实很简单，就是中间逗号，中间摄影风格，你想要这个摄影风格。我这里摄影风格都用 GPT 全部，它已经帮我整理了，基本上常用的一些了吧。OK， 这个昆虫，一个可爱的昆虫，用的微距，看到没有？用的自然摄影 ，rend 应该是吧？rend 哦，风光摄影用的是一个风光摄影。OK， 非常多，鲨鱼，是鲨鱼。一个中国美女。OK， 我还叫他帮我生成了一些美食，看到没有？这个是生成的一个重庆小面。重庆小面的话，我就叫他用那个 food， 就是一个美食摄影的一个效果。我是觉得那个 blue hour 这个光效比较好，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时间段拍摄出来的。我刚才不是看了一个人像摄影。看到没有？这个是人像摄影的意思。我们对比一下，这看到没有？人像摄影。哇，这里还在生成，可能我这个要求比较高，所以说你看它生成需要一点时间。这就是刚才他帮我们生成好的，用 GPT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指令，然后叫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出来一个效果，非常的，哇塞！我觉得我那个 Q 用了1，可它所以说它可能生成的时间比较慢。但是的话，细节确实比较多，可以看到后面这么多车，它的细节都帮我生成出来了，哇塞，非常棒！这后面这么多车，看到没？一个街上。那我们现在重新来举一个例 ，OK， 重新叫它来生成，想象一下，一个美女吧，还是一个美女，然后逗号，啥都不说。摄影风格选择一个，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就选什么样的风格。选择一个人像吧，人像的风格，然后逗号。这边你想要这个主题场景，你想要的美女在城市里面吗？还是在街头？还是建筑？还是人物肖像？城市风景，我就选了一个城市风景吧，在城市风景。OK， 继续逗号。然后下一步拍摄的一个角度选一个，你可以像平视拍，还是低角度、高角度都可以，俯拍、仰拍。我来一个俯拍的角度吧。OK， 假如你现在就是一个摄影师，你现在就在构图了。然后我们的拍摄风格也要细节抓拍，环境衬托，还是一个情感的表达。那比如我是一个情感的表达吧。OK， 要英文出来。
看这 GPT 真的好，它全部帮我们生成好了，你直接复制过来就可以了。然后继续，然后拍摄的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段真的比较好。Blue Hour 这个，我还是用这个吧，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继续，然后照明，你想要什么样的灯光？用自然光、用补光还是用柔光？我用柔光吧。来继续逗号。然后的话，你选一个相机，你想用哪个相机拍，你就选哪一个相机。比如说我用这个相机吧，尼康 D800拍。继续逗号。然后你如果需不需要一个胶片？不需要的话，那下面就不用选了，那可以了。然后我们需要的比例，我还是2个横杠 AR4:3吧。当然，我也希望细节多一点，那我还是斜杠打个抠。细节的话是0到1之间，1的话应该是最大的。OK， 然后再来2个斜杠，然后我们需要 C 的话就是4张照片它的一个生成出来一个相似度，数字越大的话，它4张图片生成出来就是越不一样，也是0到100之间，我100吧，让它生成出来不一样的效果。OK， 可以了，差不多了。回车我们试一下，这个图片终于生成好了，我差不多等了有3分钟。这就是我们刚才叫它帮我们生成的一个图片效果，一个美女，比较有一个情绪的一个摄影 ，emotion 情绪，然后选的是 Blue Hour 这个时间段，用的是柔光，叫它用尼康的 D800拍摄的生成出来的一种效果。我们来看一下，用了我3分钟时间来生成，这个是带有点情绪。看一下后面的，哎，可以，这边这张感觉差点意思，但是在后面的背景生成的还可以。这个美女这个情绪，带有一点情绪，这就是带大家演示的怎么样利用我们这个具体的一些参数来生成的一个照片的一个效果。接下来我们用了 Midjourney 来生成一些 logo 试一下 ，OK？ 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创业者，比如说你现在经营的是一个美食的一个类目，这个是淘宝网美食的类目食品吧，美食。你现在要生成一个美食的一个 logo， 那你可以在这里直接用个副的 logo， on a white background， 就是在一个纯白的一个。就是在一个纯白底的一个图片上生成的一个，如果你卖美食的话，你就可以叫Midjourney帮你生成一个美食的一个 logo，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你是哪个类目的，你直接复制一下你的一个类目的一个名字，然后你不会英文，你就在这里面把它翻译一下。男装，比如说你是卖男装的，你需要生成一个男装的一个 logo，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这个英文复制进来，这个也复制进来，然后叫它帮你生成就 OK 了。同样的非常简单，这个后面加个 logo， 加个英文 logo， 然后在一个白底上面，你最好加一个白底，这样的话它生成出来就会在一个白底的上面。OK， 我们等一下来看。看一下我之前已经生成好的一些 logo 给大家看一下。OK， 比如我这个是卖的一个美妆的一个 logo， 看它就是这样子的，但它没有文字，文字的话你最好后面自己加。Midjourney 感觉生成这种带文字的 logo 差点意思，它生成图案还可以。这是男装，男装为什么头上要长一个这个呢？这是手机的一个 logo， 这是汽车的。logo，Midjourney 它生成出来的图片一般都是 GPG， 因为 Midjourney 它生成出来是 GPG， 我想把它变成一个矢量图的话，你可以用到这个网站，比如说这个是你的 logo 啊，确定它正在上传，稍等一下，它就可以帮我们的 GPG 变成一个矢量图片，非常的方便。
这是原始图片，这是他们变成一个矢量图，你没看到？你放大以后，它依然的，它 GPG 的话，你看放大以后它就有点模糊了。然后我们如果是矢量图片，你看，你不管你放再大，它的依然非常清晰。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左边 GPG 的已经不行了，右边的话矢量图放再大都非常棒。OK， 是不是？这就是这个网站的神奇之处。我比较喜欢用这个网站。那你下载下来就 OK 了，点击这个下载，这里可以选，这你想要什么样的你自己选就可以点，最后点那个下载就 OK 了。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把你自己的图片变成一种你想要的一种效果。比如说这是我的头像 ，OK， 你首先需要上传一下你的头像，你可以点这里上传，点这个加号，你也可以用斜杠。选择这个命令 ，OK， 这个我选这个命令，选择它，然后进行一个上传就 OK 了。上传以后进来，按一下回车，它等一下就会把你的图片先要存储到那个 Midjourney 的一个服务器上面。然后接下来我可以复制一下，比如说我这个图片的一个链接。因为你只有上传了以后，你才能复制它的链接。然后我想要一个，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图片变成任何一个卡通的一个图片效果，以同样的这样，然后按回车，按一下 Ctrl 加 V， 把我们的图片链接粘贴进来。然后我想要，比如说我想要一个迪士尼的一个效果，我就可以用这个加个 in， 就可以 in。就是你想要这个，比如迪士尼的一个效果 ，OK， 后面你同样可以加个 AI， 双杠 AI， 几比几，这个你可以自己选。OK， 我这里已经生成好了，看到没有？我用迪士尼的一个效果帮我生成出来的，这就是我的一个卡通效果。看，我叫 GPT 告诉我一些经典动画片的名字，然后你知道名字以后，你就可以叫它。帮你生成把你的头像、把你的图片生成对应的一个效果。OK， 它现在帮我生成出来了。的话 ，Midjourney 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一个图片合成的一个功能。那我们想，比如我想把我自己 P 到，比如说某一个历史一个人物上面去，那怎么试呢？比如我需要先找到一些。历史的一些名画，而且上面必须带有人物的，我们来试一下。你看，它就帮我找出来了，有达芬奇的呀，创世纪呀，还有拿破仑的《凯旋归来》。那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那个《凯旋归来》这个拿破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怎样一幅画。我们还是复制后面的英文。OK， 我们搜索一下。这幅画就是它在一个马上面，然后这样一个效果。OK， 我们来试一下，把自己和它的合成一下，看是怎么样一个效果。我们首先把这个图片先保存下来，保存下来以后，我们这里就需要用的一个命令叫这个命令。你首先需要把2张图片复制一下，上传进去。比如说上传一张这个美女的吧，再上传一个这个名画，这个，你然后按2下回车 ，OK， 它命令就会发送过去，就是用我那个头像合成了一张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图片。命令的话，反正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灵活的一个使用。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功能，它是怎么用的呢？比如说我复制一下这个图片的链接，打个斜杠，粘贴进来，然后的话后面有一个，说我叫它帮我生成一个油画吧 ，as an oil painting， 然后后面双斜杠 ，IW 的话就是0到2，如果我设置2的话。
它差不多再生成图，它如果帮我生成一个油画出来的效果，大概率还是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这个数字越小的话，比如说0.25，它这样生成出来的一个图片的话，它也会帮我们变成油画，然后同时的话，它还会自主帮我们创作一下，可能稍微改动的空间就比较大。那上面有一个我之前生成好的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我用 iw 等于2，iw 等于2的话就是数字它越大，就是和之前这个图片它就越相近，你看到没有？以图生图的这种功能，这个也是非常强大。比如你传了一个图片进去，你可以我来删掉。OK， 点击这个加号上传一个图片，比如这个就是我刚才上传好以后，它可以根据你的这个图片，帮你生成一个类似的一个图片。你点击了，它会给出4个一个图片，你可以点击1，它就可以，我点一下1，它就可以生成第一个这个指令的一个图片。OK， 如果上面的一些指令你都不满意，你还可以点击这个，叫它重新帮你生成。OK， 我们先试一下这个效果，它会。交互失败的话，就是有时候会出现错误，很正常。刷新2下，有时候就可以了。如果你自己有时候确实不知道怎么写，你还想找一些比较有用的一些 Midjourney 的一个指令的话，你其实可以在推特里面进行搜索，你输这个 Midjourney 的这个 prompt，Midjourney 这个指令这个英文 ，OK， 你搜索一下，它里面有超级多的一些指令，你比如看到这个，你比如想生成这个效果，很简单，你点一下这个 ALT 这个，它里面就给出了一个具体的一个指令了，你只需要复制到你的 Midjourney 里面，它就可以给你生成这种类似的一个图片。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你喜欢这个效果，你点一下它这个，看到没有？你复制一下它的这个，你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推特里面其实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一些。都有，你看到没有？而且它还给了你一个具体的一个指令。还有一个的话，你可以在 Midjourney 的那个官方网站里面，里面获取一些灵感。比如说你选择一个你想要的一个效果，可以截图。比如你想要这个效果 ，OK， 你双击一下，然后把它存到你的电脑上面，简单。还是用刚才说的以图生图这个功能。就是我们刚刚用到这个功能，你可以这里打一个斜杠，选择这个，然后上传一下我们刚才比如保存的那张图片，看到没上传？比如我选择第一个，这里的话你可以稍微改动一下，都可以提交。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通过本期的一个 Midjourney 的一个教程，让你学会 AI 工具、AI 制图的一些小经验、一些技巧。摄影它不仅是记录一个瞬间，更是一种表达艺术的一种方式。AI 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无限的一种创造的一种可能，它能够让我们进行一个突破自我、超越现实的这种一种情境。不管你是模仿历史上任何一位摄影大师的作品，还是说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摄影风格，你可以勇敢的进行一个探索或挑战吧。我是温迪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就是一些网络赚钱、网络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方法，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实操的一些步骤。如果你有任何的一个问题，有任何的一个想法，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我看到的话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